今天要 review 本频道的第一架手扶挤奶器，由 Little Dinosaur 妈咪免费提供给我试用的这一粒外表很可爱的 Mama's S6。你看，给它加上身体，简直就可以当做 Mama's 这个牌子的吉祥物了。Hello， 我是丽丽。Mama's S6 是一款手扶挤奶器，是属于 ODM 产品。我已经试挤了几十次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一架挤奶器的评价还有用后感。先从它的外观开始吧，它是粉色系，圆圆的，然后整体的设计很讨好，很可爱。它的屏幕在正中间，然后有5个 button 围绕着它的屏幕。可爱归可爱，这样的设计是很容易让新的用户混淆的，因为这样子的设计你没有办法第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按哪一个 button， 你一定要定下神来看清楚那 button 才按。你看这 button 上面的标记只是凸出来的，是没有颜色的。你随手放下的话，需要按那个 button 的时候，是需要定一定神，然后看清楚那个 button 是什么才能按。但是设计者似乎也发现了这一个问题，所以在机体上面做了一些帮助用户的记号，比如说这几个突出的小点。这些小点不会只是装饰而已，装饰的话就不需要把它分为1粒、2粒、3粒、4粒这样子啦。每一组小点的位置对上就是 button 了，用户只是需要记下每一组是代表什么 button 就行了。我相信这个是设计者的用意。你看说明书里面那个图也是把这几个小点画上去，它一定是有原因的。机体的材质是摸上去很舒服的哑光表面，手感算是很沉稳。然后它的底部也是有3个防滑的角。S6 有3个模式，按摩 Massage Mode、挤奶 Expression Mode， 还有刺激 Stimulation Mode。按下这一个标记着箭头滴滴的 button 就可以切换模式。当屏幕出现手摸奶有个 M 在旁边的图案，就是 Massage 按摩模式，是抽吸比较轻快，引发奶阵用的模式。这个模式有10个吸力强度。屏幕上出现2滴水珠，然后有个 E 字在旁边的，就是 Expression 吸奶模式，是抽吸的比较长也比较有力的模式。这一个吸力有15个 level。然后屏幕出现乳房漏奶，然后有个 S 字在旁边的，就是 Stimulation 刺激模式。它其实就是混合模式，混合按摩和吸奶2个模式的吸法。这一个有3个吸力强度而已。另外 S6 也可以调抽吸的速度，刚才说的每一个模式都有3个不同的速度可以选。我挺喜欢这个功能的，这样子泵奶的时候，妈咪就不会只有跟着死板板的预设节奏，有更大的范围可以寻找让自己觉得有效的吸力强度，还有节奏的搭配。每次当你用完关机后， S6 都会记下你最后使用的模式和吸力强度，下一次开机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从你最后的设置开始操作。条件是它的电池是没有被榨干到0%，如果电池到了被榨干的程度，它就没有电去维持记忆功能，然后就会丧失记忆。但是这个不是什么问题，因为它的电池是1500 mAh， 很耐用。如果每一次泵20分钟，我可以泵14次完整的；如果每一次泵30分钟，我可以泵8次完整的。除非你像我这样为了测试而特地榨干电池，不然一般上妈咪都会在电池还没有用完之前就开始 charge 电了，所以这一个电池榨干后那个记忆又丧失，不是什么大问题。S6 的充电线是这样子的，圆头是 DC 3.5 的 USB cable， 由于它不能跟手机共用 charging cable， 所以妈咪如果把电线带进带出的话，你一定要注意，要不然你忘了把这个电线带回家就麻烦了。记住这个 cable 叫做 DC 3.5mm 的 USB cable， 建议大家去买一条厚背的会比较保险。说到充电，我觉得它充电的时候这一个屏幕显示很暗，没有办法从远处可以看到这个充电的状态。就是你刚开始 charge 电的时候呢，它会亮，可是过后它就暗下来了，然后它那个显示还是会动，可是就是这样暗的，
你没有办法从远处看得到它 charge 满了没有，你一定要靠近才可以看得到，这个就是我不大满意的地方。S6 的吸力强度可以从很轻开始到15级的吸力强度，最轻的吸力是非常温和的，我可以开到 level 7或者8的吸力都不会弄痛我。这一款也是有效让重新泌乳奶量超少的我，泵完后乳头挂着一滴奶。当然还是那句，舒适程度和效果都是因人而异的，我用到不痛和有效对你未必是一样的，这里说的只是让你有一个参考而已。如果你目前刚产后，请你不要买 S6 或者其他任何牌子的挤奶器来用，只要能跟 baby 一起的话，就要多亲喂，因为太早使用挤奶器可能会对你的奶量有不良的影响。S6 有一样东西我不满意的，就是这一款的喇叭尺寸，因为喇叭尺寸跟挤奶器舒适和效果有关系，所以我把它归类在这个舒适程度来讲了。刚才我说不满意的地方，就是它这一个的喇叭尺寸会让人混淆，因为印在这个喇叭上面的这一个尺寸是比这个喇叭本身的尺寸小的。印在喇叭上面的尺寸其实是指这一个 silicone massager 的尺寸，比如说这里写着 24mm， 但是其实 24mm 的是这一个 silicone massager， 喇叭本身的尺寸是 27mm 的。 S6 也是有另外一个尺寸的喇叭，就是小号一点的 21mm， 同样 21mm 的是这一个 silicone massager， 喇叭本身是 24mm 的。卖家似乎也是发现了这一个问题，所以他们的网卖页面那个商品描述里面呢也是有注明的，只是我担心啦，有些妈咪可能会没有留意到那一个注明，或者明明看到了，可是后来收到货太兴奋又忘记了。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妈咪，用的时候要注意喇叭的尺寸。如果你们买这一款挤奶器的时候，一开始是可以让你选你要 21mm 还是 24mm 的喇叭的，就看你喜不喜欢用这一个 massager。 如果你是不打算用的话，记得不要选错尺寸，比如说你应该用 24mm 的喇叭，你买的时候选了 24mm 的，可是用的时候就没有用这一个 silicone massager， 直接用这一个喇叭的话，这样子你就用错 27mm 的喇叭了，要注意哦。幸好在妈妈提供这一架挤奶器给我试用的时候，有把2个不同的尺寸喇叭都给我，我才可以更了解这一款挤奶器。只要妈咪们用对了喇叭尺寸，挤奶的效果就会比较好。如果这个 review 到目前为止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帮我鼓击一下 like button 哦，谢谢。这一款 S6 是挺静的，泵奶的时候也不会有很大的震动声音，需要安静挤奶的妈咪是可以考虑的。让大家看看这个用声量计 App 来测量的分贝值。现在这个是开机前房间本来的背景声音分贝值，包括电脑的风扇声等等。我现在说话的声音是不包括在内的，因为这一个画面是我分开录的。现在在开机后 reset 一下，就可以看到它操作的分贝值是多少了。我这里故意在它的底部放了一块海绵来割开桌面，减少机体震动到桌面的声音。你看它的平均分贝值是在40出头的，最高的分贝大概在50。之前做的那几个穿戴式挤奶器的 review， 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用这个方法去呈现挤奶器的声音，不过以后我会补上，方便大家参考。S6 的优点是它可以让妈咪尝试不同的模式和速度搭配，来找出最适合自己的节奏。然后它也很静，电池也很耐用。它的缺点是它的操作 button 需要时间去适应，然后它的喇叭尺寸会让人混淆，最后就是它的这个充电线这个 charging cable 不太方便。
S6 的原价是马币258，可是如果你买配套的话，价钱是马币288，288有包括这一架机，然后这一个 V 酷的双层保冷袋，然后就是这个 Dr. Dudu 的纯奶袋，还有这一个冰砖，最后就是这2个，自己装水进去，让它里面的东西变成 gel 的 ice pack。以这个价钱来说，S6 我觉得啦，算是一家不错的手扶挤奶器。它的缺点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些不方便而已，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。希望这一个 review 可以帮助你在消费之前先了解一下这个产品。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